他曾在绝望与疯狂中沉沦，却在死亡的深渊中重生，成为圣血天使最强大的灵能者与战士。他的存在象征着诅咒的抗衡与意志的胜利，也让整个战团对他既敬畏又依赖。他就是死亡之主墨菲斯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裹是 Joy Toy 出品的战锤 4K 圣血天使墨菲斯托。其实墨菲斯托我已经收好一阵子了，但是因为太喜欢这个角色，而且他在圣血天使中也有非常高的人气，所以决定分享给大家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瞧瞧死亡之主墨菲斯托的英姿吧。墨菲斯托本名卡利斯塔留斯，是圣血天使战团中的首席智库，也是唯一一位能真正克服黑色狂怒的圣血天使。他的灵能力量极为强大，既是帝国最强大的灵能者之一，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存在。连同为战团领袖兼好友的但丁都担心他失控，而派人暗中监视。在官方背景故事中，深陷黑色狂怒的卡利斯塔留斯被编入了死亡连，在一次战役中被击倒后，被倒塌的建筑物活埋。濒死的卡利斯塔留斯孤身一人与疯狂搏斗了7天7夜，最终他奇迹般的克服了黑色狂怒，成为唯一成功压制诅咒的圣血天使。从废墟中爆发而出，徒手屠杀了大量兽人，展现出超越常理的力量与灵能，并以新身份墨菲斯托死亡之主重生。重生后的墨菲斯托性格变得沉默阴郁，能随意吸收亚空间能量来对抗黑色狂怒。墨菲斯托在战锤 4K 中地位崇高，设定精彩，所以也是模型玩家影迷都很喜欢的角色。各位又对墨菲斯托的背景了解多少呢？对于他的传奇经历是不是非常震撼呢？盒子中的内容物有墨菲斯托本尊，还有一动力背包。非常特别的是附带了2款披风，一款正常披风，一款飞行披风，还有一把等离子手枪，以及他常用的动力剑维塔鲁斯，一对替换的手型，还有方便固定摆放动作的底座。整组包装的配件十分丰富，可以满足拍照、摆设和把玩的需求。我们来再看看它的可动性吧。先从头部开始，头部的部分老实说可动性并不大，因为左右边立领与头发的关系，顶多稍微左右转动而已，轻微的上下。手部的部分几乎可以转一圈，但是因为管线连接的关系，所以它的可动性有所局限。手肘的部分基本上也没有问题。那横移的部分，手臂张开的幅度大概到这个程度而已。腰部的部分可以360度转动。那脚部的话，因为下摆的关系，所以基本上脚部的前后摆动幅度并不大。膝盖的部分大概是这个程度。脚掌纤维支援四方贴地。尽管手部与脚部的可动性有所局限，但是也能够方便摆出许多战斗姿势。头雕方面，墨菲斯托的眼神锐利，脸部表情相当凶狠，嘴里的獠牙清晰可见，捕捉到他狂野的一面。金色的发丝涂装利落，细看还能看到些许的发丝刻痕，搭配散发灵能蓝光的眼睛，能感觉到灵能涌现般的炸裂，透露着灵魂深处的苦楚与挣扎。动力装甲的细节非常丰富，整体涂装是圣血天使标志性的深红盔甲搭配金色细节。我真的超爱头部旁边如钢铁环绕的盔甲立领，铆钉尖刺与立领顶端的骷髅雕饰，象征着墨菲斯托觉醒后的孤高封闭的个性。而立领上的铆钉也一路延伸至背后的动力背包。左边肩胛带有立体感十足的白色翅膀与圣血天使的徽章雕刻，而右边肩胛则是一巨型金属感十足的圣血骷髅头造型，威吓感十足。胸甲仿佛人体肌肉般的横向血丝线条，搭配精细的渐层处理，让它在光线下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和深度。腰部标志型的星星翅膀与经典的血滴造型，搭配裙摆布料做出飘动的感觉，
表面不止单一红色，下摆带有深色渐层，看起来有点像被战火烧焦的痕迹。这种细节真的很加分。附带2款披风呈现略带战损的深黑色，披风内里有金边装饰，像是镶嵌的符文或边框，每一道线条都刷得很精准。底部还有尖角设计，呼应圣血天使的哥德式美学。大家觉得涂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颜色还是立体感？至于武器装备，墨菲斯托最经典的就是巨大的动力剑维塔鲁斯，剑身形状修长而且霸气，剑刃上有骷髅和红宝石，看起来邪气十足。中央有道蓝色能量裂痕，渐层涂装从深蓝到浅蓝，模拟动力剑和力量的流动。等离子手枪枪身的线条雕刻非常清楚，冷却槽、能源管路甚至握把的纹理都有做出来。老实说，这只墨菲斯托真的没有让我失望。首先是干净利落又有渐层阴影的涂装，深红色的盔甲配上金色细节，十分有质感。胸甲徽章和披风下摆的处理，我觉得都做得很用心，这点真的加分很多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发型还原了战旗的设计有点保守，不是原作那种金发飘逸的形象，但不影响整体帅气。因为是早期旧素体的关系，所以整体比例有所局限，也因为一直没有再版的关系，能收到墨菲斯托真的也是需要一点运气，也很感谢有大佬愿意割爱。那以上就是战锤 40K 圣血天使墨菲斯托的分享啦，希望各位战锤公民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墨菲斯托时，我的脑海就一直闪过一款电玩游戏《恶魔城暗影主宰2》的主角巨龙德古拉，两者身上都有种堕落与重生的意象，体现了力量与代价之间的矛盾，真的特别耐人寻味。而如果你也是圣血天使的爱好者，那绝对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频道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战锤的英雄。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的内容分享咯。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，大家拜拜。